新冠肺炎灾难与业力。新冠肺炎和全球各种灾难是否跟人类集体业力有关吗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宣化上人曾经在1992年已预言了今次的疫情，并给了我们答案。宣化上人是来自中国黑龙江省的一位近代高僧，1918年出生吉林省双城县，1995年6月7日圆寂。圆寂后一天，宣化的遗体突然变得通体紫色，这在佛教里称作紫魔金身，是大成就者才会有的。他曾经在1992年8月14日至16日期间在美国洛杉矶金轮圣寺庙演说，2次提及关于一个让医学界束手无策，比艾滋病更可怕的一个新型肺炎的预言。接下来这本就是在宣化上人在1992年有关新型肺炎开示后所印制的书籍，我们一起阅读宣化上人所讲述的内容。世纪最厉害的病毒，新肺炎病毒要死去超过一半，剩下就是一些修道的，真正修行、念佛的人、诵经的人、持斋的人，这是可以剩下的。爱死病，人类的浩劫。上人开示于洛杉矶金轮圣寺，1992年8月16日。同性相恋为阴阳之道，大悲神咒运回生之机。编案上人继8月14日于万佛圣城开始有关一项令医学界束手无策、人人闻之色变的绝症——爱死病及新近发现比爱死病更可怕、绝症中的绝症——新肺炎。2天后，8月16日，上人又针对相同的题目，在洛杉矶金轮圣寺再次大声疾呼，欲令世间的人及时警醒这全人类的大危机，共同发起大悲心，前诵大悲神咒并楞严神咒，消弭灾难，转危为安，长保世界和平。我们要苟日新，日日新又日新，一天比一天要有进步，一天比一天要深入，不然的话，把光阴都空过了。我们持诵大悲咒楞严咒，大悲咒能治一切病，所谓大悲大咒通地天。你念大悲咒，天堂那儿也有记录，地狱那儿也有记录，念得越多越有灵感。可是啊，要持之以恒，不要今日莲花，明天牡丹，不能专一。你若专一，所谓专一则灵，分持则弊。我记得我在东北的时候，有一个村子叫吕家油坊，日本投降之后有了瘟疫症。这一个瘟疫症，一天就死几十口人，10天就死几百口人。有一户家庭里边有11口人，在这3天之内死了13个人。11口人怎么会死了13个呢？因为他有一个亲戚，又有一个朋友，因为他有病，来看他病来的，想不到到了这个地方，也就跟着死了，这是很严重的瘟疫症。当时我带了4个小童子，都是11、2岁的小童子，到这一条村子给他们诵持大悲咒。在这条村四周围诵了108遍大悲咒。当时这条村的瘟疫症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就断了。由这个我知道诵大悲咒的感应是不可思议的。现在到这个末法时代，末法什么叫末法呢？就是法到了末梢上了，没有什么人真正信佛了。信佛的人也在那儿谤佛、谤法、谤僧。那么这样子怎么还能叫信佛呢？这叫信魔了，信了魔来破坏佛法。那么这样子啊，这世界就出现种种坏现象，或者天灾，或者人祸，或者瘟疫流行。天灾或者蝗虫，或者旱涝，人祸啊，无缘无故就飞机失事，火车出轨啊，或者汽车撞车，就发生很多人间的横祸。又有地震，地震到处也都是令人很恐怕的。可是人只知道这个灾难来了，心生恐怖，就不知道追寻这个根是在什么地方来的。天灾不是天有灾，天并没有灾，是我们人类受的劫。人祸是我们自己自作自受。地震也就是因为人类好战争，脾气大，杀人无数。那么地震你愿意死吗？愿意杀人吗？好，大家同归于尽，所以就有地震。这是种种恶现象，我们人啊都不来研究研究这个根本在什么地方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些的天灾人祸或地震，种种的意外，飞机失事，火车出轨，轮船沉海，汽车撞车，种种的问题都是在人心造成的。人心不古，道德沦亡，所以就有这些怪现象。现在在人间最可怕的是同性恋。
同性恋这一种行为叫违背天地的生理，违背阴阳的造化，违背了国家的制度。这种行为是亡国灭种的行为。国若亡了，国而不国，灭种，人种都会断了。同性虽然这么相恋，但不会生育，人种就断了。种谷有谷的种子，种瓜有瓜的种子，种豆有豆的种子。那么豆的种子，谷的种子，这一切的都有种子。人也有人的种子，人的种子坏了，人都要死亡了，都要断绝了。一阴一阳之谓道，偏阴偏阳之谓极。那么同性恋现在遭了天谴，同性者还不知道。遭什么天谴呢？同性恋一恋就生出了问题，因为阳与阳互克，阴与阴互克。你看那个吸铁石，它有阴阳面，它必须要一阴一阳吸到一起。两面都是阳，它就吸不到一起；两面都是阴，也不容易吸到一起。由这个物上推到这个阴阳的道理是不可偏废的。易经上说，一阴一阳之谓道，偏阴偏阳之谓极。阴阳和合，这就是个道；阴阳不和合，这就出了病了。所以由于同性恋就生出爱死病。爱死病的发源，有人说发源于非洲，可是这不是发源于非洲。爱死病的发源就是同性恋。同性恋一生了这种病，也是无药可治，无法可医的，医生也束手无策。这个爱死病是什么病？这就是一个瘟疫病，无药可治。现在还有人研究爱死病，要想法子来治。这是知其不可而强为之。那么要勉强治，不但治不好爱死病，在这爱死病中又生了一种爱死中的爱死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肺炎病。这种肺炎病一生出来，比爱死病还厉害。这种病，你两个人互相握一握手，也会传染到；对面讲一句话，也会传染到。不但一般人没有办法来救治这种的病，就是医生、护士在去年1年之中，全美国来说死于这种新品种的肺炎病将近有2万人。没有法子避免，戴口罩也不行，甚至于身体一触到也会传染这种病。不但身体会传染，这空气里头都会传染。这一种的病比原子弹还厉害，比氢气弹还厉害，所以这就是一个瘟疫节。瘟疫节来了，现在不但男人有这个病，女人也多数被传染到这个病。不但女人有这种病，生下的小孩子也有这种肺炎病，也有爱死病。你看这多可怕啊！现在全世界计算起来，发觉有爱死病和肺炎病的不在少数，还在胎里头就有这种就有这种病的菌在这里头传染着，所以全世界的人类就要到末日了。所谓末日，就是同归于尽，一起都没有了。世界现在有1半以上的人都有这种病菌了，所以这种病一旦爆发的时候，就像洪水横流似的，无可挡御，没有人可以挡得住。所以人类遇到这种的灾难要怎么办呢？就要至诚恳切的诵持大悲咒。佛说大悲咒能治世间84000种的病患，84000种的病患都包括在内。现在这个爱死病和肺炎病也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我们要拿出一种至诚恳切的心，像你吃饭那么诚恳，像你穿衣服那么诚恳，像你睡觉那么不可少的。每一天日用生活要把这个大悲咒掺杂到生活里边，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要合二为一。能这个样子，爱死病也怕，肺炎病也怕，可是必须至诚恳切。那么世界的人类就要死去超过1半，剩下就是一些修道的、真正修行、念佛的人、诵经的人、持斋的人，这是可以剩下的。我不是今天讲这个话叫你们害怕，这是因为到现在这个时候，不能不再大声疾呼，告诉你们各位，现在这个时代不是一个太平的时代，很危险的，朝不保夕，危在顷刻之间。